谢雪晨，这下我的命可在你手里了。这2只手环呢，可以互相感应，它可以操控它。如果木姑娘戴上它，在调皮捣乱作恶的时候，雪晨戴上这一只，只要催动它，你就会变得痛不欲生，无法动弹。至于吗？我并无意要控制你，要不然的话你就……哎，和锁灵环倒是有点像，但比锁灵环好看多了。我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不会随意折磨我的。哎呀，2位客官好啊，欢迎光临！哎呀呀呀，2位生得好相貌啊，一看就是那大富大贵之人。不过看着面生得很，想必是第1次来到我们地暖阁吧？哎，这可是镜花城唯一一家温泉馆，我们的用水全部取自纯天然地下温泉，有排毒养颜、驱寒健身之功效。嘿嘿嘿，今日还有优惠，若是2位一同沐浴的话，其中1位是免单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现在我就给你们安排上？我们不是来消费的啊，我们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原来您2位不是来洗澡的。哎呦，那实在是抱歉了。近期呢，小店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。既然您2位不消费，就不用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了。2位，门就在那边，请自便。哎呦，这现在可以有这个需求了吗？这么说来呢，甚是有需求啊！不知2位需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呀？啊？哎，您慢走啊！哎，再来。都说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可我们谢少宗主怎么穿什么都这么俊呀？拿着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现在是搓澡小谢，对顾客这么冷淡，小心被扣钱。来都来了，像这种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人家都是花钱来买享受的，可不会像我这样惯着你。你这心态是得转转了，要不要我教你怎么伺候人啊？我怀疑你是故意的。我又没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但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？你最好给我查出些什么。一会儿见，小谢。舒服。他既出不了城，又买不了药，眼下也只能用火系温泉缓解素公主造成的灵力伤害。所以，很有可能就在这里。昨夜素公主与那灵族对战，伤其左后肩，臂还留有痕迹。但据素公主说，昨夜太黑，没看清那灵族是男是女。昨夜没看清，今日查查不就知道了？再来点水。好嘞，来了。哎，说你呢，过来。人呢？等半天了，赶紧的！就你呀，少不拉几的，快点！哎，哎呀，
你往哪儿刷呀？哎呀，你这给我按一按吧。哎呀，你瞅这人高马大的，手上没劲儿啊，用力！哎呦，这还差不多，哎呦，小伙子，出来做事儿啊，你可不能偷懒儿啊！杀人呢你！再来！肩膀再按一下，哪不舒服您再跟我说啊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！妹子，别看你人瘦瘦小小的，没想到力道这么大。下次我来了还点你。哎呀，姐姐下次再点我哟。放心，下次来了一定还点你。姑娘需不需要？不用。姑娘真的不想试一试吗？我手艺很不错的。我说不用。伺候的不好，东家可是会扣我工钱的。反正又不多收姑娘的钱，何不试试呢？你想做什么？乔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小婢能做什么呀？只不过，既然遇上了，也算有缘。那我便替人问问，你的东家是谁？盗来的货又在哪里？怎么一上来就动手？不打算聊聊吗？如果你肯交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这啊，真好，是吧？不错。你怎么回事啊？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来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不是说不会帮我，生死自负吗？演戏而已，倒是没必要真死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
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月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，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灵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混沌珠不能出事。怎么回事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。我来这事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好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穆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群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是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
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田，不是。昨夜至今日，不是。非法打扫前庭。下一个。一直到今日。下一个。你管他师姐可以证明。公主，谢雪晨那边如何？在地暖阁闹出了些动静，盗玉令的蛇灵已死，但没有找到该找的。让人继续盯着。好。秋民那边呢？少公主召集了宫中所有弟子，正在一个个问询前夜至今日的所在。他这是怀疑宫中有内鬼？是，不过宫中弟子众多，动静着实大了些。是否要我去叫停？不必，就让他查。这镜花宫太久没有清理了，趁此机会扫干净也好。你去告诉秋明，让他挨个房间去搜，看看玉令到底何在。每个房间都要搜吗？这会不会让弟子们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我不止搜房间，还要个个搜身。他们敢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自是不敢，我这就去传达。在西，公主，你前夜至今日都在做什么？公主是怀疑我？怎么会？只是随口问问。在西前日研制药物遇到阻滞，夜间去了书阁查阅典籍，直到半夜听见宫中警报响起，方知有灵族盗玉令。赶到时，公主已将其打伤，灵族已逃窜。昨日至今日，我一直在丹房炼药，半个时辰前才出来，得知少公主的动静。这些，看守书阁和丹房的弟子可以证明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啦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宁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的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宁真。不，
不只是苏宁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近墨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！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，颇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谕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苏宁真几句。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苏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素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蛊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这里是镜花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，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。公子。
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骨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 停下！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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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师父！现在才是够了。 穆雪梨，师父，穆雪梨，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。 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南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南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穆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 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南庄主见谅。 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 穆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。 透气而已，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南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 况且这种话，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。 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，你们聊吧。穆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
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他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穆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，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穆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亲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穆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阶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
未曾，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晨求见。血，是血的气息。盟主，盟主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清洁，永谦阁外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桑启联合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永雪盟臣实有大位。然二位长老乃永雪城宗门柱石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永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
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头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尘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尘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玉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镜花城，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，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阵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你早些休息。南庄主，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，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。
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南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。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，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锦庐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南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，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大哥哥，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借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那个公子，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我……方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穆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……有些秘密能说，
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男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。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皆代表信任，父亲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心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以剑在刀，抵挡无悔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，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行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是，城主。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
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。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，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。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我就在这里了。啊，也好。仙盟5派，玄天门的严胄专治暗族。镜花宫的灵花灵草，都是天下一绝。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族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了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画像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。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，试试吧。出来吧。你是我爹吗？他
他爹走丢了。我觉得啊，我是个人这件事，应该挺明显的。娘亲说，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。可我的钱也是爹娘给的。这么说来，世上最有钱的修士，该是我爹。哥哥，叫我哥哥的人多了，数你这声最好听。来，哥哥送你一些见面礼，这些都是适合灵族用的。你怎么会有灵族用的法器？我家可有3000灵族。你家有3000灵奴？不，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经常一起玩。小东西，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回去帮你打听打听。傅苍离。傅苍离，这个名字的确像我们碧霄宫的人，我会留意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二位、3位，告辞，不送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是想说他就是天下第一冤大头，对吧？请问，掌门，你在里面议事了？多谢。看来，这位就是传闻中的高修士了。果然容貌屹立，风姿优雅，比这穆姑娘亦相去不远。还如此文静端庄，与谢少城主的确很相配。这人老看我做什么？见到美人也不用这么夸张。罢了，出门在外，代表镜花宫，不与他计较。果然典雅，当真是有少城主夫人之气质。谢少城主，不知此次召集我等前来雍雪城，是有何要紧之事？怎么不见盟主？各位前辈，雍雪城蒙难，盟主遇害了。怎会如此？是何人所为？定是桑琪和朽仙阁所做。朽仙阁？朽仙阁与桑琪共谋，镜花宫玉令曾被他们盗取，盟主也是因此被害。他们意在夺取所有的玉令，不知各位门中今日可有异常？未曾发现任何异常。敢问，雍雪城的那枚玉令现在何处？对方并未得手，玉令还在我雍雪城内。我早便说过，应该抢先攻打暗域，杀光那些肮脏之物。暗族不死不灭，贸然前往恐怕难以制胜。是啊，还是要谨慎行事啊！倘若仙盟损失太大，不合算呐。此次桑琪卷土重来，是要夺取混沌珠，打开万仙阵结界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要推选出新任盟主，将混沌珠移交于他保护。谢少，谢城主，乃当今仙盟公认之翘楚，我认为你可以担此重任。之前我在两界山修补万仙阵时遇袭，被困胧渊7日，身受重伤，灵力迟迟无法恢复。
眼下情势紧急，怕是无法担此重任。只要谢城主一句话，我碧霄宫马上重金聘请天下名医为您医治。另外，我碧霄宫有这世上最安全的金库，足以保管混沌珠。眼下事态紧急，哪里容得耽误？再说，你碧霄宫何曾真的惦记过仙盟大事？苏宁真，你若有心真正盟主之位，你直说便是，何苦在这儿出言讽刺我碧霄宫？直说又何妨？一直以来把守两界山关隘、抗击外敌的只有我镜花宫。这唯一丢了玉令的，也是你镜花宫。若是让你当了盟主，恐怕什么也守不住吧？何相我，你终日与灵族为伍，恐怕早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二位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大嫂慈悲。法剑尊者，他辱我镜花宫在先，我不得已才出的手。哼，法剑尊者既然发话了，那我就不再说什么大实话了。 6000年前，先辈乾光军建立仙盟，就是为了弥合分歧，共同抗击外敌。如今谢盟主尸骨未寒，敌人尚在重重迷雾之中，你们便要自己分崩离析了吗？看来今日是没有结果了。 这几日，还请诸位在城中考量盟主人选，择日再行选举。仙盟之中，我与道成最为交好，如今他走了。 我又少了一球友，想来雪尘是心中有疑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说，将我们叫到雍雪城。那谢城主怀疑的人里，自然也包含了你。哼，如今他是城主，谁都不能轻信，正该如此。道成若是看见了，也会欣慰。 那您为何不争一争这盟主之位？岂能任由那素凝真气焰嚣张？哼，那老狮子盟主争来干什么？我远居灵居岛，就是不想被这些琐事所困扰。为教训个素凝真去争，太不值当。这边请。 苏公主跟各位修士便在此院落安歇，请。这边请。秋明，师父，发什么愣呢？ 我只是没想到谢盟主竟被贼人所害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身为镜花宫的少公主，怎能如此怕事？秋敏，你需要修炼的不止功法，还有心智。弟子明白，师父。
待我当上盟主，你也要有能力继承镜花宫才是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中事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使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。而你，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，所以我能在韵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，乃法相之境。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谢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难过一下。我尽量不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应该做。师兄，哪怕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你也应该做这个盟主。论道心之间，我不如谢城主；论修为之强，我更不如他。没有打过师兄，怎么能自认不如？谢城主纵然天生识窍，可他还这么年轻，难道比得过师兄这500年的修为吗？谢城主道心无垢，剑行纯粹，而我却心有杂念。不配其位。师兄，师傅，掌门累了，让他先休息吧。玄心，你唤我一声师傅，怎的成日偏帮掌门？你不该拉我，该劝他啊。掌门有自己的主意，旁人不该强加意愿给他。旁人？你师父我是旁人？是，我也是旁人。你，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省得你如今竟是弃我。唉，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。师父，悔之晚矣。唉。少公主，您这哇哦，上好的和田玉啊！那什么，公主和长老正在里面闭门研究碧霄宫日后的发展壮大之策。那个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没事没事。这夫妻相处之道，竟然如此艰难。成婚，傻子才成婚。
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！穆玄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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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，别说话了。高秋明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内疚什么呀？他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高秀氏与谢城主有婚约，如今看来，谢城主却与穆姑娘纠缠。造孽！高秀氏。听闻城中出现了暗阻，我特来帮忙。高秀氏，可还好？眼见心上人移情别恋，怎么可能好？弗兰生，你问什么废话？难不成他看到我错帮暗族的事了？这也太丢脸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说出去。多谢傅修士关心，刚刚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，还请傅修士不要外传。被未婚夫背叛这种事，他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得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也收敛收敛。他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堵住穆玄灵和谢雪晨的嘴。啊，傅修士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多谢提点。明白就好。遇上这种事儿，不哭不闹。真是个坚强的姑娘。逃走了。不对，若有此力量，早就应该破困离开，不会被炎灵困住多时。看来是有人救走的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
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严重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谢雪晨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永雪城，让他成为永雪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师兄，这玉阙功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重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。这时过马上就要季满了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做永雪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是。暗族入侵，逃窜无踪，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没看错。原来，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
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穆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？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寝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4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，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。不见天日。师父当盟主之愿落空，心中必定恼怒。我还是不要凑到他跟前去，等他消气了再回去吧。我误帮暗族的事，穆玄灵和谢雪晨都没说出去，哼，算他们有点义气。情路挫败，人前坚强，人后落泪。高修士真是太隐忍了。高修士，傅修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刚刚不小心被风沙吹着眼睛了，让你见笑了。哦，借风沙迷眼，藏伤心之事，他定是不想被人看清。我也不该戳穿他才是。没事，我帮你吹吹。啊！别动，没事没事。这回算你聪明，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
这法剑尊者虽然看着年轻，实则都500余岁了，年事已高。只有让他当盟主，那以后我们生儿继位才能更早点嘛。哎呀，这么简单的账目，自然不用你提醒啦。快快！哎呀，他们怎么搅和在一起去了？这才几日啊，生儿这风流病又犯了。谁允许你说我儿子的？他爱撩拨谁就撩拨谁。行行行，可是夫人啊，家里头一堆莺莺燕燕，还嫌不够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毕孝公怕是要改名叫花满楼啊！那也是我生儿有本事。好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多谢傅修士。血做的够真了吧？哦，对了，眼妆。哦，梅花，还是很漂亮。昨日之事，高修士可有解决啊？哦，你说穆玄灵那件事啊，我送了他一件法器，按照道理应该翻篇了。一件法器，便能买断情爱，世间果然没有什么永恒之爱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高秋明倒是真的很符合做少夫人的标准啊，可奈何人家名花有主了呀！现在不是谢城主的未婚妻吗？你说生儿你怎么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撩拨人家的夫人？这要是被发现，毕孝公颜面何存呢？这孩子，那又如何？莫说他俩还未成亲，便是成亲了，也可以休夫，再会又如何？我说你怎么，哎，我怎么听这话像是在点我呢？你是不是早就存了休夫的心思啊？以前确实没想到，倒是提醒我了。段小荣，你算你修为高，了不起死了。行，咱们就比谁活得命长。等你老了瘫在床上，我听了你的药。嘿嘿。哦，高修士不必难过。既然谢城主他对不起你，那就没必要守着那婚约，另寻良人便是。等一下，你说我跟谁有婚约？高修士不必掩饰了，我都懂。你与谢城主有婚约，他却恋上了穆姑娘，确实令人痛心。你停！你别乱说话！谁跟谢雪辰有婚约？我就说你这2日怎么奇奇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傅修士，我跟谢雪辰没有婚约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不要瞎猜啊！还有，人家谢雪辰也不是一个放浪之人，你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不好哦。气死了！天气真好，风和日丽的，挺好。师弟的意思是，仙盟各派的掌门长老及心腹弟子都有心魔，根本无法判别何人被暗族附身，包括掌门、师傅，也包括谢城主你。
本就是为了让暗处的人觉得我们已无计可施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我们谢城主是否真有心魔？你方才不在正气厅中，我也有些好奇，南庄主有没有心魔？明日就要移交混沌珠了，可准备好了？世上没有完全之造，无非经历一步。还是那句话，别死。师傅，你呀，从小就不在意外物，衣服破了，也不知道要补。唉，若师傅不在，看谁管你？怎么，有话要说？是，坐着说。师傅昨夜给我的法印，真的只是法印吗？你这小子，竟然怀疑到师傅头上来了。心中有疑，便须问清楚，否则一念一起，纵使万里高低，也会溃于一息。这也是师傅教我的。我可没教你怎么气我。唉，师傅回答你。法印只是法印，未动任何手脚。若法印真的只是法印，那师傅的执念又是什么呢？若论执念，便是想让掌门当上盟主吧。如今得偿所愿，便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如此说，你可信？信。有时又觉得将你教得太纯粹了，你这样容易被骗。吃一堑，长一智便好。在所有的弟子当中，也就只有你，从未刻意去参悟，却已然做到了无执。无执则无心魔。玄心啊，你的道心已经超过师傅了。新任盟主已定，明日便要移交混沌珠。虽然你们入门时间尚短，但无奈大敌当前，暗族入侵，需要加强守备之力。明日你们便一同随我前往珠塔，共担守备之责。是。好，其他人先散去吧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半夜又去叨扰城主了？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别以为他罩着你，我就不敢说你啊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危机四伏，城主要事忙，你就不知道收敛一下？况且自己本身就课业繁重，别整天想着那些有的没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你听得进去也得做得到啊！
回去给我好好睡一觉，睡饱了才能有精神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啊？哎，玄灵师妹，小师姐，玄灵师妹，方才苍长老在，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有何事啊？明日不就要执行任务了吗？如今敌人在暗，也不知会发生什么。明日你就跟着我，若有什么事，我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攒的法器，能加强护盾的，记得带在身上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年纪比我小吧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你为何会拜入雍雪城啊？唉，10几年前，万仙镇结界出了一次裂隙，暗族涌出，杀了我们全村的人。所以，修道是为了报仇吗？不，爹娘临死前说，不要带着恨火，恨也能滋生暗族的。唉，不说这些了，我要回去准备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准备吧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保重啊，走了。什么破法器，长得还挺可爱的。原来高修士无意于谢城主，二人也无婚约。我还劝他呢，不要因为谢城主和木姑娘之间的亲近而难过。想来在他心里，我怕不是个大傻子吧？你这么在意，难不成想和高修士做朋友？朋友嘛，越多越好。对每个女孩子都那么好，难怪傅公主说你处处留情啊。他还说我呢，早年仗着自己容貌俊美，四处留情的人是他吧？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寻那梦中人。说不定已经寻到了呢。已经寻到了，哪家姑娘？也只是感觉而已，还没有最后确认。你确认好可要立刻告诉我。你怎么比我还急啊？我好奇嘛。哎，快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！我也不想等太久。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灵儿，师父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
亚宇，欧亚宇，穆姑娘，穆姑娘。 高修士，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贤礼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。 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岐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 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宣礼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父来帮帮你。 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贤礼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。 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 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谢雪晨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岐习庄。 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
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思故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流影。但流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，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，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只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淼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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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当我入门禀早安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
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，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尘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，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。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，因谢雪尘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尘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师父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，即便那是条死路。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躯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1回便有第2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，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伪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。